最近五角大楼突然对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下了一道紧急指令，要求这两家军工巨头在未来2年内把关键导弹的产能提升到原来的3倍。这个消息乍一听好像只是国防工业内部的事情，但如果你手里持有美股，尤其是科技股或者成长型股票，那这件事可能直接关系到你账户里的真金白银会不会在接下来几个月里蒸发掉一大块。先说说为什么五角大楼会突然下这么一道命令。美国国防部过去几十年的军购节奏其实是相对稳定的，每年按照预算走流程，该买多少买多少，很少出现这种突然要求产能翻3倍的紧急状况。这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不是常规的装备更新换代，而是战略储备的紧急扩张。什么叫战略储备紧急扩张？说白了就是美国军方判断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需要大量消耗这些导弹，所以必须提前把库存堆满。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情况下会大量消耗导弹？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的概率在显著上升。你看看现在全球的局势，台海两岸的紧张关系一直没有缓和，中东地区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乌克兰战争打了这么久还看不到尽头。五角大楼这个动作等于是在向市场发出一个信号，我们认为未来的冲突风险比你们想象的要高得多，所以必须做好准备。这个信号对市场意味着什么？首先就是地缘风险的定价要重新来过。过去2年，市场其实已经逐渐适应了乌克兰战争的存在，大家觉得反正打也打不到美国本土，对经济的影响有限，所以股市该涨还是涨。但五角大楼这次的动作打破了这种麻木状态，他在提醒所有投资者，战争风险不是遥远的新闻标题，而是实实在在可能影响到你钱包的现实威胁。当地缘风险重新被市场重视的时候，资金的流向就会发生变化，避险资产比如黄金和美国国债会在短期内受到追捧，因为投资者会想要把钱从高风险的股票市场里撤出来，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你可能会看到黄金价格在未来几周内继续上涨，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也可能出现波动。但对于股市来说，尤其是科技股，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为什么科技股会受到冲击？这里有一个很多散户容易忽略的逻辑。过去10几年科技股能够持续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和平环境下，企业可以专注于创新和扩张，消费者有钱有闲去购买新产品，资本市场也愿意给高估值。但一旦战争风险上升，这个逻辑就会被打破。投资者会开始担心，如果真的爆发大规模冲突，那些高估值的科技公司还能不能维持现在的盈利增长？供应链会不会被打断？消费需求会不会萎缩？这些担忧会导致资金从科技股流出，转向那些在战争环境下反而能受益的板块，比如国防、军工、能源，甚至传统的消费必需品。说到国防军工板块，这次五角大楼的命令对波音、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这些公司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好消息。3倍的产能扩张意味着数百亿美元的订单确定性，这些公司的股价短期内很可能会大涨。如果你在几个月前就布局了军工股或者相关的 ETF， 那恭喜你，你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行情中赚到不少。但问题是，大部分散户并没有提前布局军工股，他们的仓位主要集中在科技股、消费股这些过去几年表现好的板块。当资金开始从这些板块流出，转向军工股的时候，那些没有及时调整仓位的散户就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账户变绿。更麻烦的是，军工产能的扩张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它需要占用大量的资源和产能。波音现在既要生产民用飞机，又要生产军用装备。如果五角大楼要求导弹产能翻3倍，那势必会挤压民用航空的生产线。洛克希德马丁也是一样，它的工厂、工人、原材料都是有限的。军用订单增加了，商业卫星、民用航空电子设备的交付就可能延迟。这种产能转移会带来什么后果？供应链通胀风险会重新抬头。过去2年，美联储好不容易把通胀压下来一点，现在如果因为军备扩张导致工业产能紧张，原材料价格上涨，通胀可能会再次反弹。一旦通胀反弹，美联储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加息，或者至少推迟降息的时间表。对股市来说，降息预期的推迟就意味着流动性收紧，高估值的成长股会首当其冲受到打击。你看，这就是一个连锁反应，从五角大楼的一道命令开始，最后可能导致整个股市的估值体系重新调整。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注意到的点，就是财政赤字的问题。3倍的导弹产能扩张需要多少钱？保守估计至少是几百亿美元的额外军费开支，这笔钱从哪里来？当然是从联邦预算里出。
但问题是，美国政府现在的财政状况本来就不乐观，债务上限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吵一次，如果再加上大规模的军备扩张开支，财政赤字只会进一步恶化。更要命的是，现在特朗普的减税政策还在继续推进，减税意味着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增加，收入减少，赤字自然就会扩大。市场对财政赤字的担忧会反映在哪里？美债收益率。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整个金融市场的锚，它的变化会影响到所有资产的定价。如果因为财政赤字担忧导致美债收益率突破关键阻力位，比如说突破 5%， 那对股市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为什么美债收益率上升对股市不利？因为美债是无风险收益率的代表，当无风险收益率上升的时候，投资者就会重新评估股票的吸引力。如果我买美债就能拿到 5% 的收益，而且几乎没有风险，那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些估值高、风险大的科技股？这种逻辑会导致资金从股市流出，尤其是那些依赖低利率环境的高估值成长股，会面临估值压缩的压力。说到这里，可能有散户会想，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赶紧把手里的科技股都卖了，然后去买军工股？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不一定是最优策略。首先，军工股虽然短期内可能表现不错，但它的波动性也很大，而且一旦地缘局势缓和，这些股票可能会迅速回调。其次，现在才去追军工股，很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入场时机，因为市场反应是很快的，等你看到新闻再去买，股价可能已经涨了一大截。更重要的是，投资不是赌博，不是看到什么热点就一头扎进去，真正聪明的做法是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做好资产配置的调整。如果你本来就是激进型投资者，仓位里全是科技股，那现在确实需要考虑降低一些仓位，增加一些防御性资产的比例。但如果你本来就是稳健型投资者，仓位里已经有一定比例的债券、黄金或者现金，那可能不需要做太大的调整，只需要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假设有一个散户，我们叫他小张，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看到人工智能概念火爆，就把大部分资金都投入了英伟达、微软这些 AI 相关的科技股。今年上半年这些股票确实涨得不错，小张的账户一度盈利超过 30%， 但他没有及时止盈，觉得 AI 的故事还能继续讲下去，所以一直持有。现在五角大楼突然宣布要扩张军备，市场的风险偏好开始转变，资金开始从高估值的科技股流出。小张的账户在短短2周内就回吐了 15% 的利润，而且看起来还有继续下跌的趋势。小张这时候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现在割肉，他会觉得很不甘心，毕竟之前赚了那么多，现在吐回去一大半实在是太可惜。但如果继续持有，万一市场继续下跌，他可能会从盈利变成亏损。这种心理煎熬是很多散户都经历过的，而且往往会导致错误的决策。有些人会因为不甘心而死扛，结果越套越深。有些人会因为恐慌而在最低点割肉，然后眼睁睁看着股价反弹。小张的问题出在哪里？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做好风险管理。当账户盈利 30% 的时候，他应该至少锁定一部分利润，而不是让所有的盈利都暴露在市场风险之下。其次，他的仓位过于集中，全部压注在科技股上，没有任何分散，一旦市场风格转换，他就完全没有抵抗力。第三，他没有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完全是凭感觉在操作，涨了就贪婪，跌了就恐慌。这种情绪化的交易方式注定是要亏钱的。再来看另一个案例，有一个散户叫小李，他的投资风格就比较稳健，他的仓位里 50% 是大盘指数基金， 20% 是债券基金， 20% 是个股，还有 10% 是现金。当五角大楼宣布扩张军备的消息出来后，小李的账户虽然也有一些波动，但整体影响不大，因为他的债券基金在这种避险情绪下反而上涨了，部分对冲了股票的下跌，而且他手里有 10% 的现金，如果市场真的出现大幅回调，他还有子弹可以抄底。小李和小张的区别在哪里？不是小李比小张聪明，也不是小李有什么内幕消息，而是小李有一个清晰的资产配置策略，并且严格执行。他知道市场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他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也知道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所以他不会去追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热点。这种稳健的投资方式虽然不会让他一夜暴富，但至少能让他在市场波动的时候睡得着觉。回到五角大楼扩张军备这件事，它对市场的影响可能不会立刻显现，但会在未来几个月逐渐发酵。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那至少应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你的仓位里有多少是高估值的成长股？这些股票在流动性收紧的环境下还能维持现在的估值吗？你有没有配置一些防御性的资产来对冲风险？你的止损线设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考虑。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的反应往往是过度的。当坏消息出来的时候，市场可能会过度恐慌，导致股价跌得比基本面应该跌的幅度更大。这种时候反而可能是抄底的机会，但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现金储备，而且要有能力判断哪些股票是被错杀的，哪些股票是真的有问题。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最好还是老老实实持有指数基金，不要去赌个股。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五角大楼扩张军备这件事反映出的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过去30年我们享受的和平红利可能正在逐渐消退，未来的世界可能会进入一个更加动荡、更加不确定的时期。在这种环境下，投资策略也需要相应调整。过去那种闭着眼睛买科技股就能赚钱的日子可能一去不复返了，未来需要更加注重风险管理，更加注重资产配置的多元化。具体到操作层面，如果你现在的仓位里科技股占比超过 60%， 那可以考虑逐步减仓到 40% 左右，把减出来的资金分散到其他板块，比如可以配置一些公用事业股、消费必需品股，这些板块在市场动荡的时候相对抗跌。也可以增加一些黄金或者黄金 ETF 的配置，作为对冲地缘风险的工具。如果你对债券市场比较了解，也可以配置一些短期美债，既能获得稳定收益，又能保持一定的流动性。另外，心态管理也非常重要。很多散户亏钱不是因为判断错误，而是因为心态失衡，看到账户亏损就慌了，然后做出错误的决策，或者看到别人赚钱就眼红，然后盲目跟风，这些都是投资大忌。真正成熟的投资者应该能够做到不以涨喜不以跌悲，严格按照自己的交易计划执行，不被市场情绪左右。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操作，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定投指数基金。不管市场涨跌，每个月固定投入一笔钱，长期下来一定能获得市场的平均收益。这种方法虽然不性感，但对大部分散户来说可能是最适合的，因为它不需要你去判断市场走势，不需要你去选股，只需要你有耐心和纪律性。最后还要提醒一点，投资有风险，任何人都不可能100%准确预测市场走势。我这里说的所有分析和建议，都只是基于当前信息的一种可能性推演，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你在做任何投资决策之前，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咨询专业的理财顾问，做好充分的风险评估。不要把所有的身家都压在股市里，更不要借钱炒股。投资应该是用闲钱来做的事情，而不是赌上全部身家的豪赌。五角大楼扩张军备这个事件，表面上看只是国防工业的一个动作，但它背后反映的是全球格局的深刻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风险重新定价。作为散户，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好风险管理，不要被市场情绪左右，坚持自己的投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生存下来，并且获得长期稳定的回报。如果你觉得这个分析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我会持续为大家带来美股市场的深度解读和投资策略分析。记住，投资路上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但最终的决策权永远在你自己手里。祝大家投资顺利，账户长红。